我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寓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，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偿命。小磊助手提醒您，门外有人停留。我拿起手机，调出门上的监控视频，隔壁的女人立在我家门前，她见左右无人，扯开口罩，对着我的门把手咳嗽了好几下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我头发都要立起来了，立刻把这段视频转发到公寓群。staff 住户，我记得你阳了有3天了吧？你干的是人事吗？你知道恶意传播传染病是犯法的吗？微信名为李梅红的账号发了一长串语音，声音尖锐，用词粗俗不堪。你他妈的凭什么拍我？你他妈侵犯我肖像权了，知道吗？住我对门的邻居说话了 staff， 你这种行为影响的是整个4楼人的身体健康。李梅红的丈夫刘涛跳了出来，你们咳嗽能忍住啊？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连别人咳嗽都要管，大号感冒而已，看你们那怕的死样，厉害就搬出去住，搬到高级小区住。他还嬉皮笑脸地说，早阳早好，我们这是在帮你们。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还有个小孩，白天在家里打篮球，往墙上钉钉子，深夜动不动就尖叫，还会用竹竿挑女邻居挂在阳台上的贴身衣。每次上面提醒，李梅红和刘涛都是同一副嘴脸。小孩子天性好动不是很正常吗？嫌吵住高档小区去啊，那里隔音好。哦，忘了你没钱，没钱你可以去卖呀。我们也报过警，但在警察面前，他们就会装出一副老实样。警察一走，他们就原形毕露，不仅变本加厉的制造噪音，还让他们小孩往周围人门口撒尿拉屎。平日里周围邻居都已经受尽他们的折磨，这次的事件完全点燃了他们的怒火。我对门414的中年男人，我看你们一家才应该滚出去。325毒瘤，一家子都恶心到极点了。刘涛怒不可遏，老子明天就挨家挨户吐痰去。我们家阳了，你们也都别想好过。随之而来的是隔壁小孩尖利的叫声，他一边叫一边拍篮球，好似恶魔。我正戴着耳塞睡觉，听到了隔壁又传来小孩尖利的哭声，然后是痛痛的撞头声，男人女人的哭和小孩的哭声混合在一起，很吵闹。有一瞬间，我恨不得拿把刀把他们一家都杀了。我的耳塞质量很好，消减了大部分噪音，能让我勉强睡着。他们夫妻俩也并不和谐，刘涛没什么本事，还很爱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听说还传了病给李梅红。他们俩晚上吵架打架也是常事。第二天凌晨，我是被破门的巨大响声惊醒的，一看手机，才凌晨4点。隔壁又在搞什么鬼？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了。等我睡醒，发现李梅红一家在社区群里发了许多条消息。凌晨3点，刘涛，妈的，是谁把我家门堵住了？李景红，424的，是不是你？快把门开开！我儿子一直在痉挛，医院救护车来不了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。刘涛，424，你再不开门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他们延绵不绝地辱骂着我，发泄着情绪，全然忘记冷静下来，想想别的开门的办法，好想把我骂死。他们家门就能打开一。凌晨3点半，李梅红开始哭着哀求了：“你们谁来帮帮我们？我孩子要不行了。”有一个没有备注房间号的人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家明前有病毒，我们不敢去。325打119啊！”两个傻逼。刘涛：“424，别他妈装睡了。”李梅红：“快开门啊！119 15分钟后才能到，我儿子要不行了。”消防队来了，破门成功，带着小孩去医院了。刘涛在群里艾特我：“424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让你偿命。”现在已经7点45分，我一脸懵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回复道：“我没锁你家的门，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就没出过门。门外很安静，但我不敢开门，一是怕病毒，二是不知道隔壁会来没，怕他们两口子发疯伤害我。”我点开门口电子屏幕，发现摄像头不知道怎么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刘涛突然出现在我门口，面部狰狞，犹如厉鬼。424，我儿子死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我试图解释，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我的确没有堵你家的门。刘涛堵住猫眼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：“你先把门开开。”我不开，我将防盗链挂好。我没有堵你家门，你应该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。把门开开！刘涛对着门拳打脚踢：“贱人，你现在把门开开，我给你一个痛快，不然我非给你拿个1000刀，再给你留口气，送你去喂狗。”我听得浑身发抖，拿出手机拨打了110。老旧的门摇摇欲坠，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咬咬牙，连门带锁全部都换了。424，我是警察，请开门，救星来了。我赶紧戴上口罩，冲到门口，手已经挨到门把手了。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看看猫眼，猫眼突然被刀刺穿，要不是我反应快推开了，尖刀会直接刺爆我的眼球，戳进脑子里。冷汗已经侵蚀了我的后背。就在我后怕之时，另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你可以开门了。一本警察正从门底塞了进来，男警官名叫杨子清，25岁，很是英气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看到门外2个戴着口罩和面罩的警，差点哭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他要杀了我！刘涛被另一个警官双手紧按在地上，
闻言奋力挣扎。警察，是他先害死了我儿子，我们俩七嘴八舌。杨警官试图控制住局面，你们俩一个一个说。王女士，你先说。我把手机拿了出来，一边给杨警官看聊天记录，一边跟他讲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直到早上我才看到群消息，但我真的没有堵他家的门。刘涛梗着脖子吼：“你放屁！你就是因为我老婆冲着你家门咳嗽，记恨我们，所以才半夜反锁了我家的门。”杨警官带着一次性手大的手滑动我的手机屏幕，对昨晚楼里的纷争有了大概的了解。待刘涛说完，他蹲下身看了看425的门，门确实被反锁了。听刘涛说，钥匙都打不开，是消防员把门撞开了。杨警官看到了我的电子门锁，你的门锁有摄像头吗？有，但它好像坏了，一片漆黑。我转过头，发现摄像头上贴着一截黑纸，刚想撕下来，被杨警官拦住了，不能破坏现场。我讪讪地收回了手。走廊里的监控也早就坏了。刘涛又开始挣扎了，目眦欲裂，恨不得跳起来把我撕了。警察，这张纸肯定就是他贴的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杨警官皱眉，把他铐上。刘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不公正，他才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应该铐他啊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了，你们跟他是一伙的，你们两个都被他收买了。杨警官无视刘涛的发电，义正言辞：你们两个都给我回警局。刘涛被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我和杨警官坐在后座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失足社区群里有人发消息了。杨警官道：打开。所以425，你们孩子怎么样了？414回答道：似乎是没了。早上警察都来了，把425那个男的和424都带走。有3个人发了震惊的表情包。我昨晚睡得太死了，什么也没听到。哎呀，节哀顺变吧。李红声音凄厉：你们都是害死我儿的凶手，你们昨晚但凡有一个人能帮帮我们，我孩子都不会死，你们都是杀人凶手。414，你男人打你和你儿子也不是1次2次了，你每次都在群里喊救命。最开始我们去帮你了，你第2天怎么说的？说我们多管闲事，这谁还敢帮你？李美华还在控诉凶手，反正你们都是凶手。没有人反驳，也没有人在表达同情了。这一家子人都不可理喻。警局里，警察盘问了我一上午，到现场搜查的警官也没找到我的可疑之处。杨警官嘱咐我不得离开本市后，就让我回去了。刘涛因为拿刀威胁我，侮辱警察，被关了起来。幸好，不然我都不敢回出租屋了。但我也得趁刘涛出来之前赶紧搬走。我躲着李梅红回到了出租屋，正吃着午饭呢，群里又吵了起来。115，大家都不要开门。425那女的正在挨家挨户吐口水啊，有病吧？真没有素质。425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昨晚没人帮你家了吗？你再这样做，我们就报警了。李梅红，你们都是凶手，还是那个没有被捕的人？呵呵，你男人不是说只是大号感冒吗？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，不觉得疼。谁都不是凶手，你们儿子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这人还配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。李梅红在群里破口大骂，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。兄弟，你这话就有点过了，要尊重死者。哼，一群圣母，进群都要改备注的，你为什么不改？那人干脆利落的改了个备注：526的你父亲。这个人有点可疑。杨警官没收了刘涛的手机，应该也能看见群消息。李梅红：526，我今晚就让你去陪我儿子。526，我可不下地狱。我皱皱眉，这人嘴也太毒了吧。第2天，公寓群又炸了，有人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。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邻居阳了后，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益群里，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。当晚，他们儿子死了，邻居要让我们整栋楼偿命。第2天，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，526的房门大开，男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已经死去多时。我手速很快，将图片保存了下来，下一秒，图片便被群管理员撤回了，别发了，小心群被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513是个女生，她情绪已经崩溃了。我早上上班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她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不会被当成杀人凶手吧？先报警。呜呜，已经报过了。他家没锁门吗？门大开着，不会，真的是425的人干的吧？这种事情没有人敢妄下结论。见没人回复，205默默把消息撤回了。刘涛还在警局里，难道是李梅红干的？我的侦探魂熊熊燃烧，真想冲上去看看，可我怕病毒。有人感叹道：哎，这楼里越来越不太平了，我已经想搬走了。我心道，俺已经刷了一晚上租房软件了。警察来了，我观察着现场照片，照片是目击者从自己房间门口拍的，死者面朝房间内侧，面部朝下，应该是被人从背后偷袭。图片有点模糊，看不清伤口到底在哪，肯定不在背上，难道是脖子？我脑子里浮现2个词：熟人作案，一击毙命。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李梅红，2个人跟仇人一样。526的男的不会和和气气的请他进屋，更不会把后背交给他。没过多久，听到有人敲门。王女士，我是杨子欣，估计是来问我话的。他们站在门外，我们可以进去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在争取他们同意后，我给他们消毒并让他们进来。杨警官打开了黑色皮的笔记本，开始询问我：你认识住在526的人吗？只在楼梯间打过照面，但是他刚搬来的时候，因为噪音问题，跟425一家发生过很多次冲突，好几次差点跟刘涛打起来。有报警吗？他没有，但我偷偷报过，都没能有效解决。昨晚你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反常的动静吗？
其实昨天晚上526的人来找过我，杨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变得犀利了一些，详细说说。大概是8点多，我正在工作，听到有人敲门，我看监控，发现是一个男的，他说他住526。让我打开门，想跟我说点事。我一个女生，哪敢给他开门啊？他还没戴口罩，太不自觉了。我就让他在门外说，他非要进来，我就不搭理他了。他见我不理他了，骂了我2句，去敲我对面的门了。但我对门那时好像还没回来。杨警官在本子上写了一会儿，问我可以看看你的监控吗？我忙不迭点头，可以。监控画面和我说的大差不差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看着杨警官眉头紧皱，猜到这案子很棘手了。杨警官告别之后去问下一家了。我收拾就出门去找房子。回来的时候，杨警官已经问到309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09开门，住在里面的也是个年轻人，对杨警官的问话很是配合。杨警官回头看我，吓了一跳，天爷，你口罩上都是血啊！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流鼻血了。你怎么了？309转头进屋给我拿了一包手帕纸和新的口罩，可能是天气太干了。我接过纸和口罩，谢谢你。这个309人还挺好的吗？我找了几天的房子，不可思议的是，不管是哪里，一大半住户都阳了，但我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坚决不阳。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男的迎面走来，他不仅没戴口罩，还一边走一边自以为潇洒地抽着烟。我刻意躲着他，贴着墙根走，不知何时，男人竟然走到我身边，朝我吐了一口烟气。他看着我，冲我得意地笑着，N95都挡不住他滂臭的口气。我真想给他一耳光，但想想我那麻杆粗细的胳膊，只敢瞪他一眼，然后撒腿跑了。我隐约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，上楼梯的时候头越来越沉。我不会发烧了吧？是下午那个男人。天哪，我严防死守这么多天，就因为那个男人，功亏一篑了。畜生啊！我昏昏沉沉回到出租屋，正在开门，发现我门锁上的摄像头被砸碎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想在群里质问是谁砸我的摄像头，看到4、5个杨警官的未接电话，群里还有个视频。刘涛先是踹了好几下我的门，然后拿锤子砸了我的摄像头，让你装这个，你不装这个就不会出这么多事，都是因为你。杨警官从楼梯口过来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头太疼了，没注意。杨警官，你别靠近我了，我好像发烧了。你没碰上刘涛吧？他下午放出来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。杨警官还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，面罩下的双眉紧皱，有血腥味儿，很浓重的血腥味儿，让他隔着口罩和面罩都闻到了。425的门被撞坏之后，一直没有修理。杨警官打开虚掩的门，血腥味儿扑面而来，屋子里很黑暗，只能借着对面楼宇透进来的光，看清墙边的床上躺着一个人。杨警官打开灯，刘涛仰面躺在床上，血液喷射了一大片墙壁。我捂着嘴问杨警官，致命伤是颈部大动脉对不对？和杀526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对不对？那人如同幽灵，悄无声息地来，收割完生命后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我脚底生寒，他到底是谁？又为什么杀人？我看着杨警官给警局打电话的时候，盯着地上的酒瓶碎片若有所思，闻言瞥我一眼，又瞎打听。你回你房间去。我瘪嘴，听话的回去了。警察连夜调查，门外面一直有说话声，但我不仅不觉得嘈杂，还觉得无比安心，直接睡着了。我一觉睡到第2天中午，外面已经安静了。我烧得更厉害了，量了量体温，38.5摄氏度。我再一次在心里诅咒那个恶心的男人，水壶里却只有凉水，我连烧热水的力气都没有。算了，就这要凑合着喝吧。还是杨警官勘察现场知道隔壁的我发烧，就顺带烧了一些吃的和水果给我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发烧的第3天晚上，李梅红回来了，她站在我门口，一会儿边砸门边破口大骂，一会儿又嚎啕大哭，用头撞门。这家人作恶多端，但如今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，也实在令人唏嘘。可是既不是我锁了他家的门，也不是我让他们在那个夜晚变得孤立无援，更不是我杀了刘涛，他不过是满腔的怨恨和愤怒无处发泄，又觉得我好欺负罢了。我打了110，李梅红喜提派出所一夜游。次日我来姨妈了，杨家痛经，我难受的想死的心都有。我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下楼，走到1楼平台那里时，遇到了李梅红。李梅红看到我，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睛迸射出仇恨的光，还从胳膊上挎的布兜里掏出把水果刀。贱人，终于让我带到你了，我要让你给我儿子男人偿命。我转身往楼上跑，也就跑了10几个台阶，我就不行了，喉咙和肺像破风箱，呼啦啦的响。紧挨着楼梯的309打开了门，我来不及思考，冲了进去，关上房门。李梅红在外面砸门，309正要出门，看到我闯进来，有些惊讶。我背靠着门，不停咳嗽，他后退几步，警惕地看着我，你阳了。我终于缓过来了，缩在角落，我是424的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有人追杀我，我跑不动了，才进到你房间的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水，喷洒了一圈，真的对不起。309看我的眼神突然无比阴冷，让我觉得他比屋外的李梅红还要危险。他的一只手背到了身后，你阳了，为什么还进别人家？你是要把病毒传染给我吗？门外传来救星的声音，李梅红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警局闹完回来还闹，你是真想被关个10天半月，让你儿子丈夫后事都没人料理吗？杨警官敲敲门，里面的开门，我打开门，顺便把被我摸过的门把手消了消毒。李梅红，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等我把你抓进警局吗？
李梅红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灰溜溜地走了。309看到杨警官，脸色好看了些，是杨警官啊！他的手从背后拿了出来，什么也没拿。杨警官与他寒暄几句，带着我走了。我与杨警官上楼，309关上房门，微微别扭地走下了楼。我瞧着有些奇怪，想回头再确认一下，被杨警官制止了。他压低了声音提醒我别回头。上到4楼，杨警官对讲机响了：“杨哥，目标已到楼下，大田跟上，通知技术组快点过来。”我震惊地睁大双眼，我看着杨警官的背影，突然热血澎湃了起来，真相似乎浮出水面了。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喂，请千万不要回应，否则他会将你取而代之。这是一份手机的使用指南，请牢记以下内容，或许它能救你一命。1. 如果你的通讯录里出现了陌生人的名单，请立即删除，这很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狩猎暗号。2. 千万不要安装任何不知名的应用，否则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。3. 如果你和别人通话时，声音突然变小，伴随着杂音和电流声，那是他在监听你。4. 不要点任何奇怪的链接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不想看到里面的内容。5. 如果有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请不要接听，因为他很善于伪装。6. 如果你的手机总是黑屏，随后又恢复正常，这很可能是他在观察你，在他眼里，你一览无余。7. 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请千万不要回应。8. 最后一点需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手机借给陌生人，不然你的下场绝对会很惨很惨。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，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一道若有若无的低吼声传来，似乎还伴随着一股恶臭。这是……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王子，王子！我开着手电筒顺着地下室走上了台阶。王子，你在这里吗？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，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对上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只距离我不到1厘米。那一秒，我从脚尖到天灵盖都承受着灵魂的战栗，伴随着我的一声惨叫。梦婷，梦婷！我睁开了眼睛，逐渐清醒了过来，就对上了正一脸焦急的王泽。又做噩梦了吗？我揉了揉依旧有些隐隐作痛的额头，
这已经是我们在地下室待的第65天了。那天地面传来了爆炸后，天花板的墙皮直接给我开了瓢，得亏有哥哥留下的药箱，我及时处理了伤口。我俩也习惯的每天盯着监控，从最开始看到路人被扑倒时的心惊，到后来边吃罐头还能眼不眨的看着。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日子了，可没想到就这2天的一次高烧，让我连着做了几次噩梦。你说，我哥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开始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，因为王泽不与我透露过多实验室的事情，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混日子。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这次灾难就是由他们实验室违规操作引起的。我瞬间想到了起初哥哥发的那张照片，里面不鬼不人的东西，竟然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。而后我也才知道，原来哥哥早就意识到不正常，只不过劝说了之后，对方并不在意。直到事情爆发，哥哥第一时间就让王泽逃了出来。第一是为了保护我，第二是为了找到他藏在家里有关实验室的资料。只不过哥哥并没有来得及告诉王泽那资料到底是什么。正在我愁思苦想时，突然地上再次传来了响动。他们又是来找资料的。我的神经绷得格外紧，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，家里早被他们翻了个遍，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王泽并没有吭声，地上突然传来了走路的动静。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起身，跑到了隐藏的镜子前，刚好看到卧室里一男一女正坐着休息。这里看样子还算安全，我们暂时留在这儿。男人对女人说：“我们不会死掉吧？那群丧尸好可怕。”女人满脸忧愁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相信我，不会的，不用太担心。这几天那群丧尸的行动力越来越迟缓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会找到攻克他们的办法的。我和王泽对视一眼，难道研究所已经想到了办法？男人站起身找了一大圈，似乎是发现屋内没有任何食物，叮嘱女人留在房间，独自一人出去了。不久，女人站起身走进了卫生间。她先是洗了洗脸，然后抬起头注视着镜子，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虽然明知对方看不到里面，但她一直盯着的模样总让我有些发怵。就在女人要有下一步举动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她的身后窜了出来。糟了！你有本事出来！你是不是活够了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了。自我搬进来之后，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活着。家里的大门早已经千疮百孔，真不知道他还能挺多久。小冉，你怎么又惹到那个神经病了？看到隔壁李姐的消息，我颤抖着手回复着，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，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我茫然地畏缩在被子里。原本刚租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还隐隐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，直到一条好友申请从此打破了我的宁静。你好，我是住楼下的，有事情找你。看到是我楼下的女邻居，秉着邻里间友好相处，我很快便通过了她的申请。你好，401租户，有点事情麻烦你。我平时晚上睡觉比较早，麻烦你晚上的时候动静稍微小一些，不然会吵到我。看到邻居发来的消息，我隐隐有些抱歉。我最近晚上加班回来都比较晚，所以洗漱收拾完上床也得12点多了，不好意思哈。那我之后注意点。看到他不再回复我的消息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可没想到这种日子才刚刚开始。麻烦你晚上洗澡洗快点，水流声吵得我睡不着觉。我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又收到了楼下邻居的消息，我忍不住皱了皱眉。自从他加了我之后，我已经换了静音拖鞋，连手机一到晚上都调成了静音模式，生怕吵到他。可无奈下，我还是回复了句好的。想到有一次因为我没回复他，他竟然没一会儿就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，我悠悠叹了口气，突然有种想搬走的冲动，可因为囊中羞涩生生忍了下来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因为我的退让竟然得寸进尺。这天中午我在做饭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叮叮咚咚的。我擦了擦湿漉漉的手，看了眼加了隔音垫的切菜板，顿时不再好气。我在切菜，有问题吗？就是让你动静小点。我看了眼他的话，想到这些日子他日复一日的消息提醒，顿时也生气了。切菜也不行吗？现在是中午吧，我不要吃饭的吗？可是你吵到我了，没有人规定中午不能吃饭吧？我也没说你不能吃饭啊，这不就是让你声音小点吗？你至于生气吗？我气得脸色通红，刚想反驳他，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顿时怒火中烧。快闭嘴吧！搬过来这么久了，没一天消停的，走路声特别响，危害社会不说，险些我都神经衰弱了。你不就是个租户吗？你自觉点，别让我每次都提醒你。我顿时眼泪溢满了眼眶，忍让他已经让我每天耗尽了精力。手机还在叮咚叮咚地发着消息，但是我也没心思再看。我本来就是个懦弱的人，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人不高兴了。我再次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只希望他听不到动静了就别再给我发消息了。直到晚上我洗完澡，一阵砸门声响起，我吓得直接睁大了眼睛。谁啊？我大吼了一声，门外没有人说话，但门一直被人砸得砰砰作响。我急忙跑到了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一个男人怒气冲冲，一直在砸我家的门。你是谁？
你不说话，我报警了。我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丝颤抖，不断吞咽口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开门！你再吵，老子就弄死你！一道带着怒意的男声伴随着砸门声响起，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着实被他的行为吓到了，颤抖着手赶忙报了警。警察到的时候，楼下的人已经回去了。我哭着打开了门，邻居李姐听到动静也跑出来帮我说了几句话。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，便带着我们上门做了调解。看着楼下301的男人客客气气面对警察的样子，我感觉刚刚经历的一切似乎和做梦一般。但同时让我疑惑的是，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他家的女主人。看着他再三保证之后，我才回到了家，但是也就消停了几天。紧接着又开始肆无忌惮的砸门，保安、物业也来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但依旧没有作用。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无奈的搬走了。如果你也遇到这种邻居，你会怎么办？